机的定时程序控制器。这是洗衣功能的选择开关，从1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到7这个部分代表棉制品的洗涤功能。我们来看这边，它跟这边是相对应的。棉制品的洗衣程序，每一个数字分别代表了它的预洗、强洗、中洗等等功能。我们再来看这边，8到12，我们看8到12是指化纤制品的洗涤功能，它跟这边一样有它的对应。我们看8到12也分别有中洗、弱洗、软化等等功能。我们再回来看13、14、15、16，是指羊毛制品的洗涤档，跟这边呢也一样有对应，13到16。我们注意，这个开关只能按顺时针方向扭动。这里是温度控制旋钮。滚筒洗衣机是由双金属片温控器来控制电加热水的温度。在水温在40摄氏度以下时，温控器接通，开始加热；水温在摄氏60度以上时，电源自动断开，停止加热。你看，这就是双金属片温控器。我们来看一看。洗衣机的玻璃视孔窗设有微动开关，在玻璃窗完全闭合后，洗衣机才能开始工作。这种设计是为了避免漏水、漏电等故障的发生。这是琴键开关，它用来控制滚筒洗衣机的电源和水位。我们看，这是电源按钮，这是水位按钮，它可以控制洗衣桶内水位的高低，按下去以后是半水位。第3节，电路及分析。下面来看这张总电路图。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其中的一些名词的含义，我们来看看这张表。请同学们对照前面的图。ML 接线板， FL 滤燥器， P1 电源开关， P2 不加热开关， P9 节能开关， IP 指门开关， HL 指示灯， L2 水位开关， EV 进水阀， PS 排水泵， TH 温控器， CD 电容器， M 高速电机， C 高速扰阻， L 是低速扰阻， RR 加热器， TM 程控器。请同学们对照前面的电路图来解释这些名词。如电路图所示，我们先来分析供电电路。1、供电电路。好，同学们先来看，这张是供电电路的电路图。象限到电源开关，到门开关，到接点18，到指示灯，到电源开关，到零线。2、预注水和注水电路。1、预注水，我们将程控器旋转到刻度1，关好玻璃视孔窗之后，按下电源开关，洗衣机便自动进入预注水程序。2、注水，注水时，水从洗涤盒向外筒注水，
洗涤剂和水一起注入外筒。滚筒式洗衣机设有水位调节开关，也叫节能开关。正常状态下保持高水位，当我们按下节能开关时，就转换为低水位。我们来看高水位预注水和注水电路。好，我们先来分析高水位预注水的电路。高水位预注水电路从水位开关到节能开关，到88T， 到进水阀，再到排水泵，到接点18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讲注水电路。注水电路从55T 到程控器微电机到接点18。程控运行1分钟后，洗涤电机 L 旋转半周，5T 断开程控器，停止运转。洗衣机由以上原进水电路继续注水。低水位预注水和注水电路。低水位是由节能开关控制的。我们来看电路图，从水位开关21、22到节能开关1、5到11、12到88T 到进水阀到排水泵到接点18。进水阀与排水泵串联在同一电路上，可以避免水泵损坏时仍然进水。由于进水阀的电阻约3.8千欧，而排水泵的电阻仅为28欧，相差100多倍。电压降主要在进水阀上，所以进水阀工作时，排水泵不会工作。高水位不加热洗涤电路。我们先来分析标准洗电路。标准洗电路从水位开关21、24到 CA 到不加热开关，然后分2路。第一路是程控器微机到接点18。第二路是从4T 4到2T 2B 到电机的低速扰阻到接点18。通过分析电路图，我们知道开关2的动作周期是7.5秒，故洗涤电机的运动状态是正转7.5秒，停7.5秒，反转7.5秒，再停7.5秒。好，下面我们见到的这张图是轻柔洗衣电路图，我们来进行分析。请看我们的鼠标指示。轻柔洗衣电路，它是从水位开关21、24到 CA 到不加热开关1、5到再到1和1B 到4B 4、2、2T、2B， 再到低速扰阻，再到接点18。通过分析电路图，我们知道触点1B 的通断周期是通4秒，断3.5秒，在2T、2B 接通的7.5秒内，
只有 HB 接通才能通电，因此整个电路的通断周期是通4秒，断11秒，即电机正转4秒，停11秒，反转4秒，再停11秒。高水位加热洗电路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这张高水位加热洗的电路图，我们来进行分析。从水位开关21、24到 CA， 到不加热开关1、3，到7、7T、7B， 然后到加热器，到 TH2， 再到接点18。我们继续往下分析，从水位开关21、24到 C， 到 A， 到 TH1， 然后分成2路。第一路是标准洗电路，到 4T、4、2、2T 和 2B， 再到电机的低速扰阻到接点18。我们看第二路是轻柔洗电路，从1B 到 4B、4，再到2T、2B。我们看到2T、2B， 再到电机的低速扰阻，再到接点18。当水温低于摄氏40度时 ，TH1 不接通，电机 L 不通电运转。当水温高于摄氏60度时 ，TH2 断开，停止加热。低水位不加热电路。我们来看低水位不加热电路图。从水位开关21、22到节能开关1、5，再到水位开关11、14 C， 然后到 C， 然后到 3T 3，然后分2路。第一路从 4T， 我们看从 4T 4到2T 2B， 到电机低速扰阻，到接点18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第二路。第二路是从程序控制器、微电机，我们看到接点18。漂洗中的强制注水电路。洗涤结束后，衣物比较热，为了防止骤冷而起皱，需要强制注水，把衣物冷却一下，同时也能提高漂洗效果。下面请看断续强制进水电路图。好，下面请同学们跟我们一起来分析这张电路图。我们来看，从5T 分3路。第一路从程序控制器微电机到接点18。第二路从4T 到
2T、2B 到电机的低速扰阻到节点18。第3路，我们从1T 到10B 到8T 到进水阀到排水泵，再到节点18。通过分析电路图，我们知道其中1T 的通段是通4秒，断11秒，也就是注水4秒，停止进水11秒，共计时间是2分钟。此时内筒是做标准的洗涤运转，当10B 断开时，强制注水停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连续强制注水电路图，从5B 到进水阀到排水泵，再到节点18。排水电路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分析排水电路的电路图。从5T 分2路，第一路经程序控制器微电机到节点18。第二路，我们看从3B 到排水泵到节点18。脱水电路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脱水电路的电路图。从水位开关21、22到节能开关13到8B， 再到电机的高速扰阻到节点18。通过分析电路图，我们知道在脱水的时候，排水电路仍然是接通的。节能开关电路，我们来看电路图。节能开关 P9 按下，1、3、2、4断开。1、5接通时，低水位控制少用水3到5升。加热时，因为7T 和7B 是交替接通30秒，7B 接通时，因为2、4断开，电热器不加热，这样实际通电加热的时间只有一半，因此节能开关既节水又节电。第2章，滚筒洗衣机的故障维修。滚筒式洗衣机的故障有各种各样，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进行分析。故障1：边进水边排水不洗涤。故障分析：如果排水管没有挂起或放得太低，水就会沿着水管自动流出，内筒存不到水，导致水位不足，就不能进行洗涤。故障2：洗衣启动运转困难。故障分析：1是因为电压太低，应该等到电压回升后再开机；2负载太多，超出标准，应该拿出部分衣物再开机洗涤；3三角皮带松弛，应该更换皮带；4电容器漏电，必须更换电容器；5电机局部短路等故障，必须维修电机；6机械传动转动